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天地剑心首播热度破8000，王权富贵角色热度破5亿。诚意天地剑心首播热度破8000，王权富贵角色热度破5亿，一个演员的厚积薄发。10月29日中午，天地剑心低调上线，却在短短30分钟内掀起了古装剧市场的惊涛骇浪。首播热度值突破8000，全网讨论量破亿，而诚意饰演的王权富贵更以5亿角色热度成为全平台讨论中心。有人说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属于诚意的必然爆发。首播即巅峰，数据背后的实力坐标。8000这个数字放在如今内娱古装剧的格局里，意味着一件是顶流爆款的重生。在数据平台的监测中，天地剑心不仅开播半小时登顶爱奇艺热榜，还同步挤进全网实时热度前3。更惊人的是，它没有大规模预热，没有花式宣传，几乎是裸播上线，却靠口碑与内容实现逆势飞升。而王权富贵这个角色，从预告期的小众冷门到开播后热度破5亿，成为年度最出圈角色。这说明了一个事实：观众不是被特效吸引，而是被诚意的表演震撼。从莲花到剑心，诚意的角色进化论。如果说莲花楼的李莲花是一种温柔的悲悯，那么天地剑心的王权富贵就是极致的克制与冷峻。同样是美强惨，诚意却演出了截然不同的层次感。王权富贵是一个被命运消去情感的人，他的强大来自控制，而控制的极限就是压抑。诚意在镜头前的每一次眼神转换，仿佛都在与观众进行无声对话，他没有喊叫，没有歇斯底里，却让人看得心痛。有观众评论，诚意的哭戏是反向的，他不哭你却先红了眼。正是这种极境之悲，让王权富贵成为克制派悲剧角色的代表。打戏封神，一招一式皆是硬核资本。天地剑心的武打场面几乎是近年来国产剧的天花板。血液焚剑一幕仅37秒，却包含了12个武术动作，8次转身，3次威亚切换。诚意亲自上阵，连续拍摄27遍。零下15度，他在雪地翻滚腾跃，剑气划过雪花时，导演监视器里那一帧光线折射，成了海报定稿的灵感来源。还有那场傅斯蒙演戏，诚意为了追求真实效果，坚持使用真丝线悬挂，每根丝线厚度不到2毫米，一旦偏差就会割破眼角。结果拍完那天，他的眼白布满红丝，但镜头效果惊艳无比。那一刻，他不是演员，是信仰在燃烧。正因如此，天地剑心的武打戏被业内称为动作美学的革命。导演在采访中坦言，诚意的身体记忆太强了，他能让动作变成情绪的一部分。口碑与热度的双重奇迹。在豆瓣和微博讨论区，天地剑心的好评率超过 89%。网友们的评价几乎一边倒的夸赞诚意的角色塑造力，王权富贵一出场，气压瞬间变了。不仅是观众，连业内人士也给出高度评价。资深影评人七叶书表示，诚意让一个冷系角色有了温度，这种层次感是成熟演员才能驾驭的。而人物志专栏更直言，天地剑心之所以能首播即爆，是因为演员的信服力远超营销的噱头。从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少年将军，到莲花楼的剑骨孤花，再到如今天地剑心的冷血冰人，诚意已经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东方叙事路径。他不追求讨喜，而是追求深刻。数据背后的诚意效应。诚意的作品几乎都有一个规律：首播爆，长维稳，口碑反超。莲花楼首播3天热度破万，最终斩获全平台播放冠军。富山海开播即登双榜首，
成为双平台收视之王。如今天地剑心首播热度破8000，王权富贵角色热度破5亿，这条诚意曲线已经成为行业教科书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男性观众占比在显著上升，从莲花楼的28%到天地剑心的43%，这说明他的演技突破了流量男星的性别壁垒。甚至在某短视频平台的调查中，王权富贵成为2025年男性观众最想 cos 的古装角色第1名。广告主的嗅觉最敏锐，品牌方透露，诚意剧集带来的广告转化率是行业平均值的3倍，他的粉丝购买力和观众好感度都极高。当一个演员的演技成为商业信用，他就已经不只是流量，而是品牌。6. 从质疑到信仰，演员的孤勇与坚守。诚意一路走来，并非一路顺风。早期他常被批评戏路窄，部综艺不会营销，但他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，用作品证明自己。我不是不想热闹，只是不想被热闹淹没。这是他在采访中的原话。他不出席无意义的综艺，不蹭热点，不营业私生活。有人说他钝感，也有人说他笨，可正因为这种笨拙，他的作品才有了独特的诚意感。天地剑心的成功，不仅是团队的胜利，更是对诚意这份坚持的奖章。7. 王权富贵，从角色到符号。一个角色热度破5亿，意味着他已经超越剧本，成为文化符号。王权富贵身上的人机矛盾、情感觉醒、宿命悲剧，都与当下社会语境产生了共鸣。他不是远古时代的侠客，而是当代人的精神隐喻。他代表那些被迫坚强的人，那些明知结局悲惨仍要奋力一搏的人。诚意的演绎，让王权富贵不再只是一个角色，而是一个时代的影像符号。他冷，但有温度；他毁灭，但仍发光。8. 武侠不死，只是等待重生。天地剑心的成功，不只是一次剧集的胜利，更是一种信号。真正的武侠精神，依然能打动人心。当诚意用286次威亚起落、4处骨裂的代价，换来一场血液见光的永恒；当王权富贵以冷血之姿重塑了侠的定义，我们终于明白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还有人用真诚演戏，用信念造梦。